当潼关顶盖被打开的那一刻，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惊呆了，里面竟然还套有一个银冠，银冠上面系着一个蝴蝶结。取下蝴蝶结，打开银冠，里面竟然还放置着一个金冠。石函、木冠、铜冠、银冠、金冠，足足5层棺椁。金冠里面放着的是什么？是舍利子吗？使用如此豪华的棺椁盛放舍利，难道是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专家通过 X 光扫描了金冠，最后发现金冠里面还有一个疑似软包装的物件。这个软包装是什么？接下来带领大家走进本期视频古寺连环棺之秘。新进来的朋友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偷偷告诉大家，长按点赞2秒可以触发特效超级赞哦。2008年，位于山西太原的龙泉寺，工人在古寺内修建蓄水池时，意外挖出了一座地下宫殿，一扇30厘米高的砂纸石门，在石门的2侧刻有2尊立石像，石像保存得非常完整，看起来非常的凶猛，似乎想要阻止一切人进入地宫。专家表示，这种高等级立石像，当时工匠雕琢完成以后一定会上颜色的。遗憾的是，因为当时埋葬这扇石门的时候离地面太近，随着时间的推移，立石像身上的颜色就完全消失。专家通过对地宫的石门和立石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这座地下宫殿竟是唐朝时期的建筑。为了确定地宫建造时间，专家又翻阅了大量有关龙泉寺的历史记载，最后发现龙泉寺的修建年代和龙泉寺内的一块唐代石碑，足以证明地宫修建的年代不会早于唐朝。此时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看到这个地下宫殿，表现得异常兴奋，因为他们知道宫殿里面的东西很可能震惊世界。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专家在宫殿的后部分发现了一座6角形墓葬。这一发现让专家原本兴奋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考古专家在太原这一地区发掘过很多的唐代墓葬，唐代墓葬的建筑风格一般都是方形墓葬，还从没有见过6角形的唐代墓葬。这一发现让考古专家疑惑不解，地宫前半部分的石门和石刻立像都是标准的唐代风格，为什么到了地宫后半部分又变得迥异于唐代风格呢？这座地下宫殿究竟是不是唐代建筑呢？地宫的下面还会埋有佛祖舍利吗？一个又一个疑问让专家陷入了困境。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考古队员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座墓葬，可它到底是哪个年代的？为何要建一座如此奇特的墓葬？它又是干什么用的呢？要想解开这些疑惑，也只有打开墓室中的棺椁才能揭晓。6角形的地宫很快被清理了出来，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长方形石函，石函的上面刻有许多的文字，石函的里面到底有什么呢？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很快想到了佛教里面埋藏的舍利。为了揭开谜底，考古专家决定打开石函。打开石函，里面只有一些散乱的木条，在木条的下面有一个鎏金铜棺。到了傍晚时分，专家决定打开鎏金铜棺。尘封1000年的石函终于展现了它真实的一面。专家对石函的内部进行了实体观察，因为年代的久远，鎏金铜棺已经出现了锈化的现象。石函的内部除了鎏金铜棺以外，还有一些木板和铜制器物。从这些散落的物件可以看出，这些木板最初应该是包裹铜棺的，而这些散落的铜制器物经过专家仔细的观察，最后竟发现这些铜制器物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神。当考古专家小心翼翼地取出鎏金铜棺以后，所有人都被震惊到。它的周围雕刻了一些工艺品，在鎏金铜棺的四周仍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神的形象。
在鎏金铜棺的正前方还有一个佛祖弟子，在铜棺的后部还有一对佛祖。铜棺里面会不会就是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呢？在没有打开鎏金铜棺之前，谁也说不准里面到底有什么。当铜棺顶盖被打开的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里面竟然还套有一个银棺，银棺上面系着一个蝴蝶结。出于对文物的保护，考古专家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因为蝴蝶结是系在银棺上面的，又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沉淀，蝴蝶结的出现让考古专家们左右为难。它毕竟是1000多年前唐代人系上去，如果这个时候把它解开，无异于摧毁一件文物。唐代人把蝴蝶结做得这么漂亮，而且还保存得这么完整，其实它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文化遗产，毕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东西，专家们都不敢轻易揭开。要想揭开谜底，就必须打开银棺，取下蝴蝶结本身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将蝴蝶结顺利取下了，又不能破坏原有的形状，那可就太有难度了。通过仔细的观察蝴蝶结，专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由于年代的久远，蝴蝶结其实早已自然断裂，只需要顺着断裂处小心的解开就可以了。当专家打开银棺的顶盖以后，发现里面竟然还有一具金棺，然而金棺的上面也有一个蝴蝶结。清理掉银棺外面的锈斑后，银棺重新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它精美的装饰远远超过了铜棺。银棺的周围镶满了宝石，棺身的正前方是一只精美的仙鹤，这只仙鹤让专家们惊恐万分。没想到当时唐朝工匠的做工如此精湛，这个仙鹤是立体的，连仙鹤身上的羽毛都根根分明。就在大家惊叹之余，银棺上面的宝石让考古专家大吃一惊，因为在唐朝时期，宝石还没有传入中国，也就是说，当时唐朝不可能有这种宝石。那这种宝石是怎么出现在银棺上面的呢？它们到底是不是宝石呢？为了弄清楚宝石的由来，专家再一次对银棺上面的宝石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最后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蓝宝石上面出现的气泡让专家破解了这里面的奥秘。专家表示，宝石上面出现气泡，证明这些宝石是用彩色玻璃制成。如果用纯宝石制作，是不可能出现气泡；如果用玻璃制作的，就极有可能出现气泡。从这些精美的蓝宝石可以看出，在唐朝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可以制作彩色玻璃。当专家无意间把铜棺和银棺放在一起的时候，竟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原来铜棺和银棺上面的铜和银是镶嵌上面，其实铜棺和银棺的主体部分是木质，它们属于金属外皮内包木材的结构。正是因为这种箱包结构的文物，在保存方面给专家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因为不同的物质所适应的保存环境完全不同，在温度和湿度方面都有不同的要求。石函、木棺、铜棺、银棺、金棺5层棺椁全部被剥离，离真相越来越近。这个时候，专家判定这金棺里面是舍利无疑了。原来专家已经用 X 光探视了金棺里面的文物，确认里面有舍利子，而且还包裹在一个软组织上面。这个软包装到底是什么，还要等到打开金棺以后才能揭晓。因为当时还不具备打开金棺的条件，而且也没有得到国家的批准。至于什么时候能打开金棺，还需要等到技术成熟，具备打开金棺的条件的那一天。眼看就要看到金棺里面的舍利子，没想到在最关键的时候戛然而止。原来 X 光探测发现，舍利子被一种未知的软包装包裹着，而金棺里面的情况又比较复杂。因为当时的技术不够成熟，金棺至今都没有被人们打开。金棺里面到底有没有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呢？估计也只有等到金棺被打开的那一天才能揭晓。你对山西龙泉寺发现的连环棺
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这是我国考古史上遇到杀伤力最强的一座机关墓，这座墓的主人就是唐朝末年击败黄巢的秦王李茂贞夫人的墓。眼前这个3层楼高的端门就是大墓地宫的入口，想要进入地宫，就要将端门下方的石块移开。然而，谁又能想到，看似普通的木门却暗藏杀人机关？因为木门缺少一根横梁，只要取出其中一块石头，整个木门就会瞬间塌方，将盗墓贼埋葬于此。不能抽出来，抽出来的话，这个端门整个就塌了，因为它这个垒石头的上面，它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横梁。这个危险而又复杂的防盗机关，工匠究竟是如何修建的呢？地宫建成后，皇后又是怎么下葬的呢？疑问还未解开，这时墓中出土了一块石让专家重新燃起了希望。还没等专家缓过来兴奋劲，在他的旁边竟又发现了一个有底有盖、造型精美、刻画多种纹饰的石匣子。这一发现立刻把现场的氛围拉到了高潮。经过初步检查，专家发现石匣子密封完好，使用这样沉重坚固的容器，里面一定存放着贵重的物品。当专家将石匣子送到实验室进行 CT 扫描后，扫描显示的结果让在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石匣子里面究竟装的什么？保持你的好奇心，双击点赞，加个关注。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李茂贞夫妇母之谜。2000年冬天的一个夜晚，陕西省宝鸡市北郊高大的黄土台原上，一处寂静的小山村，突然晚上的话，一声巨响，玻璃碴子咵咵都这么震的了。4点多左右的话，这么响的，响一下。当时我考虑，我是这么大的巨声是啥？在这样的深夜，被响声和震动声惊醒还有很多人，但谁都不敢出门一探究竟。直到第二天早上天亮，村民才沿着响声传来的方向查看，很快就在一座土丘旁边找到了发出巨响的原因。原来早年间这里就有一座大墓，起初大墓旁还算安宁，但从90年代起，这里总会出现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在大墓附近频繁活动，附近的村民们也会隔三差五的在封土堆上发现盗洞。庆幸的是，几次盗墓形成的盗洞并未打穿墓室，直到这次突然响起的爆炸声，当地文物部门才意识到大墓已经处在了岌岌可危的边缘。这个土丘很明显是一座大墓的封土堆。在陵园村村民的讲述中，文物工作者得知，就在几十年前，大墓前还保留着一些石人石马，能够使用石人的墓主人生前地位至少是1、2品的大员。陵园村大墓的主人究竟是哪位大人物呢？从村民口中，文物工作者还了解到，大墓曾经还有一块石碑，石碑上清晰的写着墓主人的名字。有个鼻子，鼻子上面的话，前面写着是唐齐王李茂贞，后面碑文上记载着这个是他这个生平图写的话有这个唐亲王李茂贞，所以这里的人把他叫齐王坟、亲王坟。这位叫李茂贞的大唐亲王究竟是何许人也？查阅史料，专家发现李茂贞原名宋文通，是唐末的一位藩镇节度使，因为镇压黄巢起义护送唐僖宗有功，被赐名李茂贞，一度受封齐王。唐朝灭亡后，后唐皇帝加封他为秦王，所以村民口中所说的唐秦王李茂贞中的唐是后唐。有了村民们极为肯定的描述，文物工作者暂时认定大墓为李茂贞墓，并重新立了一块标识。2001年4月，考古队对被盗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通过勘探结果显示，大墓的规模惊人，大墓南北长45米，东西宽22米，面积接近1000平方米。勘探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村上的张小明书记给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在李茂贞墓的西边还有一座墓，70年代凭证土路时候那个凭证掉了，这现在看不到了。如果这是一座一灵双种，那么大墓很可能是一座夫妻合葬墓。通过钻探，考古队员发现这座墓要远比李茂贞墓小，最终考古队员将规模较小的陪葬墓命名1号墓。
规模更大的主墓为2号墓。通过商议，专家决定先发掘规模较小的1号墓。随着发掘的深入，1号墓的墓道逐渐显现了出来。4月16日，正当工人们在距离地表7米的工作面上挖掘土方时，墓道靠近墓室的一侧泥土中突然露出了一些古代建筑物的痕迹。难道说已经挖到了墓室？这是一座让无数摸金校尉命丧于此唐朝机关大墓。这座墓的主人就是李茂贞的夫人。眼前这个7.3米高的端门就是大墓的地宫入口，也是整个大墓的终极防盗机关。任意拿走端门上的一块石头，离墓便可瞬间倒塌，将盗墓者埋葬于此。然而，就是这座号称中国最强防盗机关大墓，竟然被盗了。盗墓贼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本以为盗墓贼不会给考古队员留下一件文物，但是随后墓中出土的一件石匣子，直接就轰动整个考古界。石匣子里面究竟存放着什么宝贝，竟让整个中国考古界都为之震惊。2001年4月16日，一个3米宽的砖砌屋檐构件出现在了大家面前。在此之前，考古队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复杂精美的建筑样式。随着对地底奇特建筑的逐步清理，考古队员在屋檐下发现了一组装饰用的砖雕。砖雕以浮雕的手法雕刻着一个身穿白色宽袖长服、胸前扎有布巾、头戴花冠、面容和蔼、体态丰盈的妇人。她恭顺虔诚地跪坐在展翅飞翔的凤背上，上方仙鹤盘旋，前面有仙人和仙鹤做引导，整个场景宛如仙境。因为浮雕上面的人物乘坐的是凤凰，所以这2块砖雕上的图案被称为乘凤驾鹤西归图。2块精美的砖雕成为了考古队员第一项收获。这时候，专家发现砖雕上妇人的衣着明显是唐代服装，正好与李茂贞生活的年代吻合。同时，砖雕上雕刻的是一位妇人，这表明墓主人是一位女性，与之前判断相吻合。相邻2座大墓，规模较大的2号墓是主墓，较小的1号墓是陪葬墓，它们共同构成了夫妻一穴合葬墓。那么墓主人究竟是什么身份，竟可以乘骑凤凰？难道墓主人是皇后？进入了该五代十国时期。实际上咱说这个话呢，是说五代十国，实际上历史上有好多都认为是五代11国。其实这个就是咱说的这个齐国的国主，也就是这个李茂贞。被封为齐王的李茂贞，事实上早已自成一国。砖雕上的这个细节，更加证实了1号墓的主人是李茂贞夫人的推测。随着对砖雕不断的清理，越来越多的建筑结构显现了出来。这时候再看这座奇特的建筑，简直就是一座高楼的微缩景观。屋檐下的最上层建筑中央是3间大殿，大殿2侧斜角又伸出了2间厢房。让人惊奇的是，这2间厢房砖雕的门扇半遮半掩，各有一位女子探头张望，一为迎客状，一为送客状。到了这个时候，考古队已经确认，他们发现的是一座极为罕见的被称为端门的古代墓葬设施。这个中国人有个传统的东西，死日生，他就是把这个墓葬的结构做的和你这个生前所置的这个庭院的结构相近，还有前堂后室，有会客厅或者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祠堂室之类的。这个端门也就相当于他这个生前所住的这个院子的一个头一道门。那么这个象征着南天门的端门在1号墓墓道尽头出现，是不是意味着这就是大墓地宫的入口？如果是地宫的入口，为什么端门下面没有门呢？既然是座门户，端门的下面应该就是进出地宫的入口。然而，当高达7.3米的端门完全暴露出来以后，人们看到端门最下面根本没有木门，而是被无数石块填塞着的墙。考古队员多次尝试将石块移开，费了9牛2虎之力之后，发现这些石块根本无法抽出，不能抽出来。抽出来的话，这个端门整个就塌了，因为它这个垒石头的上面它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横梁。专家看到这个情况彻底懵了，没有横梁的端门，工匠们究竟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呢？通过大家的集体讨论，最终被大家认可是这样一个推测。最后发现是啥呢？它这个端门是从地下这样子建上去的，先有2边的支子，然后再垒这个支子中间这个石头，支步这么垒起来。
不是像正常的像咱这有一个横梁。原来一开始修建时，工匠们就已经把门洞用石头填死了。这样一来，既可以继续往上修建，而且让盗墓贼根本无法通过这里进入地宫。如果盗墓贼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抽取石块，就会因为塌方命丧于此。这真是一个复杂而又危险的防盗机关。可是这样一来，工匠们又该如何修建端门后的设施呢？地宫建成后，尊贵的皇后又该如何下葬呢？疑问暂时无法解开，甚至接下来该如何发掘都成了问题。从端门无法进入，考古队员又该如何应对呢？就是咱现在从这儿进不去了，那得想办法从其他地方再进去啊。那么咋办呢？就是在这个端门的外面，它的北边，再钻探，看有没有这个空档一类的。端门后应该就是地宫。现在考古队寄希望于端门和地宫之间结合的不那么紧密。通过钻探，考古队员挖出了一个4平方米的天井，从这个地方下去以后，就可以进入地宫。如此高等级、规模宏大的地宫，考古队员非常期待打开地宫的那一刻。此时，陵园村1号墓的发掘已经进入最关键时刻。墓主人究竟是不是李茂贞夫人？如果是她，那么这位尊贵的皇后死后又会享有怎样奢华的墓室呢？然而，当考古队员进入地宫后，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墓室地面上一片狼藉，倒塌的石门明显不是因为时间久远造成的，完全是外力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这座大墓已经被盗墓贼盗掘。让专家疑惑不解的是，如此复杂而又危险的机关墓，盗墓贼究竟是如何进入的呢？原以为被盗墓贼盗掘后的大墓基本不会有什么贵重的文物了，就在大家完全不抱希望的时候，考古队员竟然在地宫前室发现了墓主人的墓志铭。更让专家兴奋的是，在墓志铭旁还有一个小石匣。当专家在考古实验室打开石匣以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座号称中国最强防盗机关的唐朝大墓，竟然被盗墓贼挖穿了，不仅全身而退，而且还将地宫中的宝贝洗劫一空，只给考古专家留下了一盒墓志铭。不知是不是盗墓贼疏忽，在墓志铭旁，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石匣子。当专家打开石匣子的那一刻，里面的文物直接就轰动了整个考古界。发掘工作临近结束，在发掘现场，专家第一次尝试开启石匣子，刚刚开启了一个很小的角度，专家就在里面发现了一种很容易被空气腐蚀的物质。就这个铁板已经漏了一点，然后发现还有这个紫砂一样的这个红颜色的东西，就发现这以后就是咱做不了了，不能在这儿做。最终，石匣子被运到了西安市文物修复中心，做了一次专业的 CT 扫描，扫描显示的结果让专家疑惑不解。这个拿到实验室，具体的这个对瓷砌的时候，就砌了一块这个铁板，铁板底下稍微带一点弧度，没有这个挖下去，就一个铁板，2块石头中间加了一块铁板。就这个东西。经过1000多年的历史沉淀，石匣子中的铁板已经锈迹斑斑，曾经用朱砂书写的文字已经无法分辨。这个失望自己太失望了。关于这块奇特的铁板，专家猜测它会不会就是史料中记载的丹书铁券？就是免死牌，这个王公大臣功劳很大啊。这个皇上给他这个家里面赐一块免死牌，就是从今以后他的子女犯了法呀，不就可以免死吗？丹书铁券的出土立刻在考古界引起了轰动。遗憾的是，丹书铁券上面的文字已经无法辨别。要是能出土一件保存完好的丹书铁券，那绝对是一件无价之宝。2001年5月10日，考古队员通过端门后的天井，成功的进入了地宫内部的前厅。原本以为这会是1000多年来第一次有人造访这座地下宫殿，然而考古队员看到却是一片狼藉。倒塌的2扇石门告诉考古队员，这座大墓已经被盗掘了。这让专家疑惑不解，大墓的端门封得死死的，完全没有被毁坏的痕迹。盗墓贼究竟是从哪个位置进入地宫的？既然地宫入口没有被打开过，墓主人的遗体又是如何下葬的呢？镶嵌的这种门，这种石门的结构不可能打开，除非你把它砸开，然后你再退回来到这个端楼这儿来。端楼整个就是乱石头在底下镶嵌着，
你不可能抽起来，抽不出来。很显然，被盗墓贼毁坏的两扇石门和抽取石块就会塌方的墩门都是大墓的防盗机关。可是这样的设施虽然可以隔绝内外，阻挡盗墓贼，但是大墓主人又该怎样下葬呢？就是因为这个镶嵌式的这个门发现以后，这回过头来才思考这个短门怎么建造的。从这个后来这个思考这个角度讲，应该是先把人放进去以后，整个随葬品这些东西都放进去，然后再建造这个石门，石门一次就相似，完了以后再建造后面的庭园或这个前面这个短门。先下葬后封门。1000多年前，针对1号墓主人的安葬仪式完成之后，工匠们还要在15米深的地底继续工作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切都是为了防盗。弄清楚了石门倒塌的原因，队员们一时间变得非常沮丧。虽然墓葬被盗，但清理工作还是要认真完成。然而，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本该空无一物的前庭，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图案精美的砖雕，这是一幅8人抬轿的真实图案。这一发现一时间轰动了考古界，直接填补史料不足。由于本期视频有点长，下期视频为大家详细讲解这幅8人抬轿图。2001年5月17日，随着1号墓墓志铭的出土，专家终于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下期视频有2大看点：其一，全面讲解盗墓贼如何避开最强机关进入地宫；其二，全面讲解发掘李茂贞墓全过程，比夫人墓要大2倍的2号墓地宫会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保持你的好奇心，双击点赞，加个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